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真是一波三折，让我这个做了多年红娘的人都大开眼界。说的就是我们贵州一个山区姑娘小芳，她的经历真的很不容易，但最后却因为一场相亲，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小芳今年24岁，长得清清秀秀，有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皮肤白皙，看起来特别清纯动人。但谁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姑娘，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。小芳的家乡在贵州深山里，家里条件很差。更不幸的是，在她还小的时候，全家被拐，被人贩子卖到了偏远的农村。16岁那年，小芳终于抓住机会逃了出来。这些年，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人，但始终没有音讯。如今的小芳在城里一家小超市当收银员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工资也不高，只够温饱。老板好心让她住在店里的杂物间，虽然条件简陋，但至少有了栖身之所。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？小芳经常躺在狭小的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发呆。她渴望有个家，一个温暖安稳的家，不再颠沛流离。这天，我正好去那家超市买东西，看到小芳安静地坐在收银台后面，眼神中透着疲惫和落寞。作为一个专业红娘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姑娘需要帮助。小姑娘，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主动搭讪道。小芳抬起头，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经过一番交谈，小芳向我敞开了心扉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丽姐，我想找个条件好一点的男人结婚，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家。我不贪心，只要他人品好，能够疼我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。听了她的话，我心里一酸。这个姑娘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却只有这么简单的愿望。放心吧，姐帮你留意着。我拍拍她的肩膀，给了她一张我的名片。没过几天，我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，台湾来的阿伟。阿伟是我表妹夫的远房表哥，今年28岁，在台湾新北市有自己的小公司，做电子元件贸易，生意做得不错。最近正好来大陆考察市场，顺便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。阿伟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姑娘，人特别好，就是家庭条件差了点。我打电话给阿伟，丽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对条件没什么要求，主要是人品要好，两个人能聊得来。阿伟的回答让我很满意。就这样，我安排了小芳和阿伟的第一次见面，地点选在了我开的一家小茶馆。那天，小芳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扎了个马尾辫，看起来青春靓丽。阿伟则一身休闲装，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。你好，我是阿伟。阿伟主动伸出手。你好，我叫小芳。小芳有些紧张地回应道。两人坐下后，起初有些拘谨，但在我的引导下，渐渐聊开了。阿伟谈到了他在台湾的生活，小芳则听得很入神。台湾那边的生活是不是很好啊？小芳好奇地问道。还行吧，比起大陆的一线城市可能差一些，但是生活节奏没那么快，压力也没那么大。阿伟谦虚地说。这时候我心里忍不住想笑，看来小芳和很多大陆人一样，对台湾有些误解。虽然台湾地区面积小，但经济发展水平其实很高，人均收入在亚洲地区也是名列前茅的。只是因为近些年大陆发展太快，超过台湾的城市越来越多，所以很多人以为台湾不发达了。那边的房子贵吗？小芳又问。还好吧，比起上海、北京可能便宜一些，但也不便宜就是了。阿伟笑着说，不过我已经有一套房子了，虽然不大，但够住。小芳眼睛一亮，一个有房有车有事业的台湾男人，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？哎呦，你们聊，我去招呼其他客人。我识趣的离开，给他们创造独处的空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伟和小芳见了好几次面，两人越来越投缘。阿伟被小芳的善良和坚强所打动，而小芳则被阿伟的体贴和稳重所吸引。丽姐，我觉得阿伟真的很好，但是我担心我配不上他。一次单独聊天时，小芳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，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感情这东西哪有什么配不配的，阿伟看上的就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的家庭背景。我安慰他。可是万一他知道我的过去，小芳欲言又止。你的经历不是你的错，反而说明你很坚强。
如果阿伟真心喜欢你，他会理解的。我拍拍他的手，在我的鼓励下，小芳终于鼓起勇气，向阿伟讲述了自己曾经被拐卖的经历。出乎他的意料，阿伟非但没有嫌弃他，反而更加怜惜他。小芳，你能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，还能保持这么善良，真的很了不起。阿伟真诚地说道，我更加欣赏你了。听到这话，小芳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她第一次感受到，原来还有人能这样无条件地接纳她的过去。交往1个月后，阿伟向小芳求婚了。他拿出一枚精致的钻戒，单膝跪地，小芳，嫁给我好吗？小芳激动地点头答应了。但随后问题来了，阿伟希望婚后带小芳回台湾生活。我在台湾有事业，也有房子，那边的生活条件更好。阿伟解释道。小芳犹豫了，她从没离开过大陆，对台湾的印象仅限于电视上看到的。而且他还有个心结，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亲人。我能不能先去台湾看看，再做决定？小芳提议。当然可以。阿伟爽快地答应了。正好我下周要回去一趟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就这样，小芳第一次踏上了去往台湾的旅程。但临行前，她却突然改变了主意。丽姐，我想退婚。小芳急匆匆地来找我。啥？好好的怎么突然要退婚了？我大吃一惊。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台湾那边好像没有大陆发达，我怕去了会生活的不好。而且网上说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，我怕阿伟的家人不接纳我。小芳一脸忧虑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别听网上那些片面之词。台湾的经济水平很高的，人均 GDP 在亚洲也是排得上号的。虽然最近几年大陆发展快，但台湾的整体生活品质其实很好。我解释道。至于台湾人歧视大陆人这种说法，更是以偏概全。有些人可能存在偏见，但大部分台湾人还是很友善的。尤其是像阿伟这样在大陆有生意往来的。见小芳还是将信将疑，我继续说，你先去看看再说嘛，实地感受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如果真的不适应，再回来也不迟。在我的劝说下，小芳最终还是决定和阿伟一起去台湾看看。临行前，我特意叮嘱他，去了那边多观察多了解，不要带着偏见去看问题。小芳点点头，带着忐忑和期待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一下飞机，小芳就被台北桃园机场的现代化设施震撼到了。干净整洁的环境，秩序井然的人流，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。阿伟带着小芳直奔新北市他的家。令小芳惊讶的是，阿伟住在一栋高级公寓里，虽然面积不算特别大，但装修精致，家电齐全，窗外还能看到远处的山景。这就是你说的不大的房子？小芳惊讶地问道。在台湾，这个面积算是中等吧。阿伟笑着说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晚上我带你去夜市逛逛。晚上，阿伟带小芳去了士林夜市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琳琅满目的小吃，各种有趣的小游戏，让小芳目不暇接。这个卤肉饭真好吃，小芳狼吞虎咽地说道。慢点吃，还有很多好吃的等着你呢。阿伟宠溺地擦去她嘴角的饭粒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伟带小芳游览了台北101、故宫博物院、阳明山等景点，还特意安排了一次环岛旅行，让小芳领略了台湾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。小芳被台湾的美景所吸引，更被这里人们的友善所感动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当地人得知她是从大陆来的后，都很热情地向她介绍当地特色。阿伟，我之前还担心台湾人会歧视我呢。小芳坦白道。怎么会呢？虽然两岸有些政治分歧，但普通民众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隔阂。尤其是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，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也在改变。阿伟解释道。第5天，阿伟带小芳去见了他的父母。出乎小芳意料的是，阿伟的父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小芳啊，阿伟常在电话里提起你，说你善良坚强，我们早就想见见你了。阿伟的妈妈亲切地说道。来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瘦的，在台湾要把身体养好。阿伟的爸爸不停地给小芳夹菜。饭桌上，阿伟的父母主动询问小芳的家庭情况。小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如实相告。听完小芳的经历，阿伟的妈妈眼圈都红了，立刻起身抱住了小芳。苦命的孩子，以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。
这一刻，小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从没想过自己这样的背景，竟然能得到阿伟一家人如此真诚的接纳。晚上回到阿伟家，小芳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，丽姐，我想明天就和阿伟去领证。小芳激动地说，这么快？你不是还担心去台湾生活吗？我有些惊讶，我错了，台湾比我想象的要好太多了，这里的生活品质高，环境优美，而且人们都很友善。最重要的是，阿伟的父母对我特别好，完全接纳了我的过去，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家的温暖。小芳语速很快，生怕我听不清似的。那就好，我为你高兴。不过结婚这么大的事，还是要慎重考虑。你们才认识1个多月，而且你去台湾才几天，是不是应该再多了解一下？我提醒道。丽姐，我心意已决。这几天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也让我确定了阿伟就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。小芳坚定地说。听到小芳如此坚决的语气，我知道她是真的下定决心了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红娘，我能感受到她话语中的真诚和幸福。好吧，既然你想清楚了，那姐就祝福你。不过有个事情你得知道，两岸结婚可不是那么简单的，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。我耐心地解释道。什么手续啊？很麻烦吗？小芳有些担忧地问。倒也不是特别麻烦，就是比普通结婚多几道程序。首先，你们在大陆这边要先办理结婚登记，然后再办理赴台湾地区的签注。到了台湾，还要办理入境手续和户籍登记。我详细的告诉他流程，这些事情阿伟应该都懂，你跟着他走就行了。好的，丽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到阿伟。小芳感激地说，傻丫头，这是你的福气。对了，结婚之前你们有没有聊过以后的生活规划啊？我问道。有啊，阿伟说可以安排我在他公司工作，或者我想学什么技能都可以支持我，还说等安顿好了就帮我在大陆找亲人。小芳的声音充满了期待。那就好，记住，婚姻不单是2个人的结合，更是2种生活方式的融合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根同源，但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还是有差异的。你要学会理解和包容，有什么不适应的要及时和阿伟沟通。我叮嘱道。我会的。丽姐，我发现台湾人做事很细致，生活节奏也没有大陆这边快，大家都很注重生活品质。小芳分享着她的观察。没错，这就是文化差异。台湾社会发展早，已经过了拼命赚钱的阶段，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心灵满足。而大陆这些年发展太快，很多人还在为物质条件拼搏。我解释道，你去了那边，慢慢会适应的。挂了电话，我不禁为小芳感到高兴。一个曾经历过如此多不幸的女孩，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第二天，小芳和阿伟就开始着手办理结婚手续。虽然流程有些复杂，但在阿伟的帮助下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2个月后，所有手续终于办妥，小芳正式成为了阿伟的妻子，也取得了赴台湾定居的资格。丽姐，我们准备下周回台湾了。临行前，小芳特意来见我最后一面。好啊，要记得常联系啊。我拉着她的手，有些不舍。一定会的，丽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小芳眼中泛着泪光。去了台湾，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。虽说都是中国人，但两岸确实有些差异。我叮嘱道。我知道，阿伟已经给我科普了很多。小芳笑着说，比如台湾人喜欢用哎呀而不是哎呦，喜欢说巷子而不是胡同，喜欢说便当而不是盒饭。没错，这些小差异其实挺有趣的。还有，大陆这边说洗手间，台湾那边很多地方会说化妆室。大陆说地铁，台湾说捷运；大陆说公交车，台湾说公车。我笑着补充道，哈哈，确实，我刚开始听不懂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小芳开心地说，除了语言上的差异，生活习惯上也有一些不同。台湾人很注重礼仪和秩序，比如排队很自觉，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。去了那边，这些方面要特别注意。我提醒道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在台北坐捷运，大家都会自觉站在右边，把左边留给赶时间的人。还有垃圾分类做得特别细，回收率特别高。小芳点点头。还有啊，
台湾那边的婆媳关系处理的比较微妙，虽然阿伟父母对你很好，但还是要多体贴他们，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。我继续叮嘱。放心吧，丽姐，我会好好孝顺他们的。小芳认真地说。那就好。对了，你们准备要孩子吗？我问道。阿伟说，再稳定1年，明年就可以考虑要孩子了。小芳略显害羞地回答。不错，先适应一下生活也好。对了，你知道台湾那边对待孕妇特别好吧？公共场所都有专门的孕妇座位，大家也特别礼让孕妇。我告诉他，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小芳惊喜地说，是啊，台湾在这些人文关怀方面做得很到位，而且医疗保障也很好，生孩子基本上不用什么额外费用。我解释道。丽姐，你怎么对台湾这么了解啊？小芳好奇地问。哎呀，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介绍过不少两岸婚姻，自然要了解一些，而且我也去台湾旅游过几次，亲身体验过。我笑着回答，那我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还是要请教丽姐。小芳感激地说，随时欢迎。对了，还有一点，台湾那边的消费水平比大陆高一些，尤其是服务业，不过工资水平也高，所以整体生活压力其实不大。我提醒他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不过阿伟说，公司最近业务拓展的不错，收入还是很稳定的。小芳自信地说，那就好。还有，台湾那边很注重环保和可持续发展，别看地方小，但绿化做得特别好，空气质量也好。你在那边生活，健康方面肯定会比在大陆城市好。我鼓励他。是啊，我去阳明山的时候，被那里的自然环境惊艳到了。阿伟说，台湾有2/3的面积是森林覆盖，难怪空气这么好。小芳眼中闪烁着向往的光芒，看着小芳幸福的样子，我心里也感到一阵满足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大的成就感不就是看到自己牵线搭桥的2个人幸福美满吗？1年后，我收到了小芳从台湾寄来的明信片和一封长信，信中她详细描述了在台湾的新生活。她说，刚到台湾时，虽然有阿伟的帮助，但还是经历了一段适应期。台湾的生活节奏、饮食习惯、社交方式都与大陆有所不同。比如，台湾人很讲究说好听话，即使是批评也会委婉表达。社交场合很注重互相尊重，很少有人大声喧哗。饮食上口味偏甜，不像大陆这么重口味。但慢慢的，他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。阿伟的公司蒸蒸日上，他也在公司担任行政助理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不加班，周末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和发展兴趣爱好。最令人激动的是，通过台湾一家专业寻亲机构的帮助，小芳竟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。原来他弟弟被卖到了福建一个渔村，现在已经成家立业，在当地开了一家小渔具店。丽姐，我这辈子最大的2个愿望都实现了，有了一个幸福的家，找到了亲人，这一切都要感谢你的牵线搭桥。信的最后，小芳这样写道。看完信，我不禁湿了眼眶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介绍的姻缘开花结果更幸福的事了。还有更让我惊喜的是，信的末尾附了一张超声波照片，小芳怀孕了。她说预产期在3个月后，是个男孩。她和阿伟已经决定给孩子取名符，寓意幸福美满。真好啊！我轻声感叹，这个曾经历过磨难的姑娘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2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小芳的邀请，说她和阿伟计划回大陆探亲，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满月宴。我欣然答应，期待着与这对幸福的夫妻再次相见。在小芳的故事传开后，我的红娘事业竟然也迎来了高峰，越来越多的姑娘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她们也介绍台湾的对象。丽姐，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很多姑娘抱着怀疑的态度问我，我总是笑着回答，婚姻的好坏不在于对方来自哪里，而在于2个人是否真心相爱，相互理解。两岸虽有差异，但血脉相连，文化同源，只要用心经营，两岸婚姻也能幸福美满。从小芳和阿伟的故事中，我深深体会到爱情没有地域的界限，真心才是婚姻最重要的基础。而作为一个红娘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论他们来自大陆还是台湾。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啊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哦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
关注我，丽姐会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两岸婚恋故事。这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希望小芳和阿伟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两岸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差异，但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爱情的阻碍。相反，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，往往能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丰富多彩。在我多年的红娘经验中，我发现真正的婚姻幸福，不在于你嫁给了来自哪里的人，而在于你们是否真心相爱，是否愿意为对方付出，是否能够相互理解和包容。无论是大陆男娶台湾女，还是台湾男娶大陆女，只要两情相悦，就能书写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